你是不是很怕买到假酒？那你怎么知道你最近买的威士忌不是假的呢？Hello，大家好，我是麦芽奶爸。今天呢，我会分享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假酒。如果不想因为喝了假酒吓掉，请不要忘记按个赞、留言、订阅跟开启小铃铛，还有超级感谢哦，for super thanks。好，那这个礼拜我是想分享，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假酒，或是减少你的距离买到假酒。是因为呢，就是最近在酒市里，特别是在台湾，就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新闻，就是有一些投资的威士忌公司啊，就是有在诈骗，然后有一些大酒庄就是有在洗钱，就是有在新闻有看到。当一个爱好者，其实是很讨厌看到这些关于假酒的新闻。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讨论，就是爱好者跟爱好者讨论，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假酒嘛。因为这个是对健康有伤害的，而且有时候你花了很多钱，然后买到假酒，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嘛。好，那我会讨论6个大点，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假酒。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如果我有漏到什么，欢迎在下面留言，欢迎讨论，因为这个就是蛮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多多讨论也好。进入这6名前，请不要忘记按个赞，就是拜托一下。如果你们可以花1秒的时间，就是按个订阅，这个可以帮忙我的频道成长更多，谢谢大家。好，那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怎么避免买到假酒，就是如果有习惯去酒店的朋友们，或是去 KTV 啊这样子，就是有 happy 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不要去点烈酒或是威士忌的这个部分，反正你们去这个地方应该不是为了喝酒吧，对不对？所以最好的就是可能去酒店可以买啤酒啊，喝啤酒、喝果汁、喝水啦也好。然后如果你真的硬要喝烈酒或是威士忌，我是建议就是自己带自己的威士忌了，这样子是比较保险一点，然后你再付那个开瓶费嘛，这样子也好。反正去酒店的那个风险是超大的，因为最多的新闻就是从酒店那些，就是什么有喝到假酒，然后有一位男生什么喝了3瓶威士忌，然后突然挂掉，这样子是不是他是喝了假酒嘛？所以或是喝了过头，或是2个都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最好就是不要在酒店喝烈酒或威士忌。好，那第二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要买威士忌，我建议就是去从比较大的连锁店去买，就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橡木桶啊，或是卖酒网站啊这样子。九条通的虽然他们是有洗钱的这个新闻出现，可是呢，我认为他们的威士忌是好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去一些离你家比较近的一些酒行店、洋酒店，然后我建议就是跟老板打关系好一点，这样子你才会知道哦，这个店家是不是有在照顾客人啊？这样子你会比较安心一点去买威士忌。我也是建议就是往尼美的威士忌去喝，因为其实尼美的威士忌感觉是比较难做假酒嘛，而且又是小众的威士忌，而且那个尼美的味道应该是很难做出来的。可能如果比较习惯喝尼美威士忌的老饕们，应该是会知道哦，这个是假的或是真的。好，那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你可能要比较熟悉威士忌的酒标，因为如果你对这个威士忌酒标比较熟悉，或是可以看那些英文字幕，因为通常那些假的酒会有一点拼错了的英文。那如果你会感觉到有一点怪怪的，或是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大部分是假酒，所以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不要。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一些 sample 嘛，就是酒标的一些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是不是有错误。好，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是蛮好笑的，如果就是约翰走路，可是这边是写 Johnny Worker， 就是约翰员工，然后 Black Label，Black Label 它就是拼错了 ，Label 它就拼到 IAL，然后 OTD Scotch Whisky， 为什么是 OTD？ 应该是 Old 吧，Old Scotch Whisky 又拼错了。然后最下面比较小字 Distilled Blended and Olded in Scotland。Olded 这个字是完全不存在的，应该是会说 matured，所以蛮好笑的。
好，第二个 sample 就是哇，一看这个是什么？麦卡伦30年呢，可是仔细看，其实不是麦卡伦，是麦凯兰，麦凯兰，你看那个字就是拼错了嘛，这个就是假酒嘛，然后后面有一个 Coach 的包包，所以可能也是假的。好，那看到第三个也是麦卡伦，这个感觉就是一眼看就是有一点怪怪的嘛，而且这个人的指甲那么恶心，所以感觉所以感觉得出来这个可能是一个假酒，而且你通常 Macallan 会写 The Macallan， 所以这个只写 Macallan 就怪怪的。然后那个字好像是平的，不是立体的，因为通常麦卡伦的那个字体是比较立体的。然后你看到这个麦卡伦的这个家嘛，就是 Elster Elkies， 这个看起来好奇怪，就一看到就是好像是那个 Minecraft 做出来的，好像我儿子很喜欢的那个游戏，就是 Minecraft， 就是方方形形的这个家，所以这个一眼看就是假的。好，那第四个你会看到这种一样 from Macallan private bottling， 就是好像是那个 owner's cask 的感觉，这个完全感觉得出来是假的，有那个好像皇家的那个 crown， Macallan 完全没有这种东西，然后那个那个字体也是做得很粗糙，完全没有那个金色这样子立体的感，就是质感比较好，所以这个也是一眼看假。好，这个第五个 sample， 这个也是蛮有名的，因为好像 Rare Whisky 一个网站就是有验出来，里面的酒是1970的 blended， 就是一个调和威士忌。可是你就看这个指标，就感觉得出来是假的。你看它是说 Special Reserve 1878年的东西，然后酒标看起来是蛮新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假酒嘛。好，那第六个是蛮好笑的，就看到就是在仿响嘛，响21响20，可是仔细看它叫响音，所以是蛮夸张的这个。然后21跟30又不是年份，对吧？然后看得出来应该是大陆那边的一些就是仿品嘛。好，那第7个一样，就是哇，一看就是哇，好像是白州12年呢，就是哈库什吧？你看它的名字也是写哈库什，可是看到那个中文字就是潮州，所以是蛮好笑的。所以这个就一眼看假，所以一样不要买。然后这个第8最后的 sample 就是蛮好笑，就是好像杰克 Jack Daniel， 可是仔细看它变成女生了 ，John Daphne。然后你看 Old Number One 那个 one 就是反过来，那个字是反过来 ，Quality Tenderness， 哇，这个就一眼看假。好，那这个就是比较有趣的8个 sample 的酒标，希望你们可以多多仔细看酒标，因为这个是可以让你们知道这个是不是假的。好，那第4个建议就是不要买比较大的民众的威士忌，就是很多人在追的威士忌，或是打广很大的威士忌。我是建议就是喝比较小众的威士忌，因为现在做假酒的就比较聪明了，他们就是技术有进步嘛，而且现在 AI 很厉害嘛，都可以做一些假的剧讯这样子。然后现在做假酒的这些酒商就是直接去那个回收厂去收那些瓶子嘛，而且所以酒标跟那些瓶子都是原厂的 original， 可是里面的酒体是假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会列出10款威士忌，就是会常被那个做假的，然后我会推荐一个代替的威士忌，因为风格也差不多蛮像的，然后是比较小众，然后可能又比较好喝。好，我来说一下免责说明，就是我没有说你不要去买这些大品牌的威士忌，你还是可以买，如果你真的想要，可是就是风险是比较大一点。我是想 share 一下一些比较有趣的代替嘛。好，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好，第1名最常看的假酒就是麦卡伦12年双桶跟雪莉单桶，特别是比较旧版一些，在新闻就常常看到这些麦卡伦嘛，因为没办法，他们的行销很成功嘛，就是品牌做得很完美。那麦卡伦的一个好的代替呢，我会推荐坦度12年，这个就是我频道常说的，它就是一个 Macallan Killer， 就是
完全可以代替麦卡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名，第二名最常看到的就是大摩12年跟15年。哇，那个在台中抓到假酒的工厂嘛，他们照片里面都会看到大摩12、15都一箱一箱很多箱出现的。以大摩12、15年的好代替比较小众，我会推荐格兰艾乐奇12年跟15年。反正大摩的特色就是比较偏雪莉嘛，那艾乐奇也是雪莉炸弹嘛，而且是有名 Billy Walker 调酒师去做的。然后它的艾乐奇12年跟15年都是蛮好喝的，而且是蛮手工，比较小众嘛，所以少人会去仿比。那第三名最常出现的就是 Blue Label， 就是约翰走路的蓝牌，跟约翰走路的 XR21。哇，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蓝牌就是每个比较高级一点的场地都会出现，应该是我爸爸的那个年代，就是有喝蓝牌就是高级啦，对吧？然后现在 Johnny Walker XR 有21年，就是开始也是有出现这个假酒，反正一样。如果是行销做得很好，大家都认识的品牌，假酒的几率更高。这个 Blue Label 跟 Johnny Walker XR 的代替，我应该会建议那个现在比较有名的那个威海指南，就是 Compass Box。Compass Box 也是在做调和威士忌的一些核心款嘛，而且他们有比较高端的部分。那我有喝过他们的高端的部分，我会推荐那个烟熏的秘技跟皇家布雷。这两个是比较多高年份调和在里面，而且威海指南他们就是很透明，他会直接给你列出来他们调和的东西里面是什么。那这两个就是比较有年份，而且是从比较有名的家去调和的，所以Blue Label 跟 Johnny Walker XR21的代替，我会推荐威海指南 Compass Box。好，那第四名最常看到的就是皇家礼炮21年。这个当然因为瓶子很漂亮嘛，很豪华，这个是蛮多那个假酒出现的。那这个皇家礼炮21年的代替，我会推荐不是调和，可是应该也是比较高端一点的威士忌，就是格兰杰细印。因为皇家礼炮的那个软木塞就是很豪华嘛，就是很大，比较重一点。那格兰杰的那个细印的那个软木塞也超重的，所以很有质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代替，而且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它喝起来哇，是真的蛮高级的感觉，有那种提拉米苏的咖啡的味道，就是很棒，很高级啦。所以当然可以代替那个皇家礼炮21年。那第五名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来去日威了，就是三旗12、白州12跟响21。因为三得利嘛做得蛮成功，就是这三个大品牌。那我大概会推荐他们的代替就是哪一些呢？我应该会推荐就是有尼美的，而且是比较新的日威，比如说三浪丸其实是蛮好喝的，他们的东西，而且是有尼美的，所以应该是比较难做假酒，而且他们的酒标都很不错，就是好像有在收集卡片的概念。然后后岸也是一家蛮好喝的，就是北海道的一个酒厂，然后他们做出来也是有带一点泥美，有一些没有泥美，可是我觉得后岸做的东西是蛮好的。然后以调和的部分，我应该会建议那个致富的那些叶系列，就是白叶啊、蓝叶系列或是黑叶，这些也都很不错。虽然致富的那个单一玛雅的部分开始也是有出现假酒，可是我认为他们的那个调和系列的，就是那些叶子系列，就是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希望不会有，因为我是蛮喜欢喝那些白叶的这样子当普饮。好，那第6名最常看到的假酒就是 Glenlivet 13年的雪莉，那个40%的。一样就是在新闻看到哇，很多箱，真的很多箱的这个Glenlivet 13年，就是蛮恐怖的，就是那个台中那个假酒的工厂，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他们放的焦糖应该也超恐怖的焦糖色素嘛。好，那Glenlivet 13年的好代替，我应该会推荐 Glendronach 12年。就是如果有看到那些比较旧版本的，我是建议就是先喝那些，新版的也可以啦，可是旧版真的哇，我真的很喜欢。第7名就是常看到的假酒，就是苏格登12年，哇，一样就是看到照片就知道了。那我会推荐当它的代替就是丁士顿12年。
然后它就是那个46%的第一次炖哦，就是比较 bourbon 型的，因为这两个一样也是高地的酒厂，然后偏比较多 bourbon，然后也比较多果香味，所以我建议 Instant 12。好，那第8名一样又是迪亚州的产品，就是慕赫12年。反正慕赫现在其实做的越来越好嘛，因为它瓶子也感觉很漂亮，感觉很高级嘛，也是有开始打很多广告，电视、YouTube 都会看到，应该是开始会出现很多这种假酒，而且你去那个 Shopee 看，很多就是比较奇怪的卖家就会卖空瓶，就150这样子200块就是空瓶加盒子，就是空瓶有价，所以应该是在做那种假酒的东西，所以要小心。那慕赫的代替我会推荐魁列奇13年，为什么呢？因为慕赫就是他们最出名的就是比较那个有肉质感啊，而且他们用的是重桶冷凝。那魁列奇也是一样，他们是做重桶冷凝，然后喝起来也是蛮饱满、蛮 meaty 的那种有肉质感的感觉，而且比较便宜，所以魁列奇13年是一个好慕赫12年的代替。好，那第9名就是百富12年的那个 Double Wood 双桶，这个一样 KTV 酒店会看到很多百富的这个瓶子，就是有被抓出来嘛。百富12年双桶的好代替，而且比较小众的就是 Oakmore 雅默12年。为什么呢？因为雅默12年的风格就是比较多那个香草啊，跟花香跟蜂蜜的味道，就一样，跟百富那个调性是蛮接近的，所以可以考虑雅默12年，如果你很喜欢喝百富12年。好，那最后第10名就是格兰菲迪15年，这个也是蛮常看到的，就是 KTV 那些酒店都有在买卖这个 Glenfiddich 15年。我是建议另外一个代替，就是百乐门15年。我认为百乐门15年的酒体跟菲迪差不多一样，有比较强壮的感觉。可是百乐门真的比较好喝，比较多雪莉，然后又有烟熏味道，喝起来蛮舒服的。而且它那个15年是，我觉得是蛮棒的，所以是一个好格兰菲迪15年的代替。好，那我来喝一下吧，因为口渴了。好，那接下来就是第5个建议。第5个建议就是，如果你不太知道酒的来源，或是在网络有在买，就是在售这个威士忌，如果单价是比较高的，我建议就是可以做面交，不要汇款前，因为你汇款了可能就找不到酒了嘛。面交的时候先注意看那个酒标嘛，就一样，就是做基本的功课才买。然后有那些关于威士忌投资的这些公司，或是有一些广告，你在 Facebook 一定会滑到的，就是这个威士忌投资一定有15% 的报率，600%嘛，一定涨价的威士忌。这些如果真的听起来有那个报的赔率，然后你要投几百万这样子，就是千万不要参加，这个一定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所以真的要小心。反正世界上没有那么好赚的东西了，如果很好赚，那就大家就去做吧。然后接下来也是要小心，不要参加那些 LINE 的群啊，就是那些购买，就是一些大师的。最近有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名威士忌圈的大师们，就是做一个假账号，然后再卖一些威士忌这样子，而且是那些高端的威士忌，这个真的要小心。好，那最后个建议就是第6，我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喝完威士忌，而且就是那些比较大品牌的威士忌，就是要丢回收前，我是建议把那个酒标撕掉或是烧掉嘛，这样子是最好，或是把酒瓶稍微用锤子敲破一下，这样子是最保险。因为如果真的你打破一瓶，回收厂就是少了一瓶假酒在外面。我还是有这个习惯，就是喝完威士忌就把酒标撕下来，或是弄乱，或是烧掉，然后把酒瓶打破一些，这样子是最保险，比较会少那个回收。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分享，关于威士忌的假酒。那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方式减少你们的几率买到假酒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我们来一起讨论，这样子是比较好的，比较多人知道关于那个假酒的问题，这样子我们才可以避免，而且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嘛。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了，下次再见，拜拜。